欢迎来到励志思维。今天让我们来了解比尔·盖茨的成功和财富秘诀，同时也来理解比尔·盖茨是如何积累财富的。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鲍阿伦于1975年创立微软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几乎垄断了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他在市场上的一统天下使他成了世界首富。2000年，比尔·盖茨成立了全球最富有的慈善基金，价值280亿美元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该基金会每年至少向发展中国家捐献公司资产的5%，用于抗击艾滋病、疟疾与其他疾病。比尔·盖茨说，大约10年前，我意识到我的财富必须回馈社会。一笔规模超乎想象的财富最好不要留给孩子，这对他们没有好处。独到的眼光，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整个世界都知道比尔·盖茨绝对不是专业技术的领先者，但最终他成为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商机，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财富。这一点使他与以往的任何一个商业巨子有了很大的差别。以前的巨商们的威力通常仅仅局限在某一行业里，但是比尔·盖茨却记住了软件的影响，把触须伸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微软自己出版的百科全书《英卡塔》中，对比尔·盖茨成就的解释是，比尔·盖茨的大部分成就在于他有能力将科技的远景转化为市场策略，把对科技的敏锐性和创造性融合在一起。这对比尔·盖茨的褒赞是无以复加的。但透过盛赞下的光环，我们还应当看到，比尔·盖茨也是一个凡人，只不过他智慧超人，有着超凡的经营远见和敏锐的商业眼光，以及迫不及待地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并将它们转化成财富。比尔·盖茨得以成为世界信息产业界的代言人，除了他所具有的创新能力，以及他拥有的丰富知识外，还得益于他那超乎常人的市场直觉、经营手法以及杰出的推销能力。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财富，这是风险投资家所具备的良好的素质。比尔·盖茨虽然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家，但是他无意中具备了风险投资家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善于捕捉商机，并迅速利用这些商机，抢占市场，挤得对手几乎无处容身。他以高人一筹的市场远见与不凡的经营策略，成功地占领了信息产业的制高点。业界人士曾无奈地表达他们无比的痛苦，市场里的财富都被比尔·盖茨占去了，最好的市场就是没有比尔·盖茨的市场。可惜，在信息产业界，他的身影无处不在，将微软的成功归之于搭上了蓝色巨人 IBM 的巨大战车，毫不为过。但这其中不仅仅是幸运，比尔·盖茨眼光独到，看出与 IBM 的交易影响深远，非常清楚这背后的巨大财富。他知道，如果有了操作系统，就可以建立起一个通用的平台，而这将可以改变个人电脑的历史走向。我们疯狂地编写程序，销售软件，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客户都是狂热的计算机爱好者，不会被功能的弱小、手册的简单和先进的用户界面所影响。这就是计算机软件当时的状况。一些公司把他们的软件装在一个塑料袋中销售，带有一张复印的使用说明和一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寻求技术支持。对微软公司来说，当有用户打电话要求订购一些软件时，谁接到电话谁就是送货部，他们要跑到办公室的后面拷贝一张磁盘，把它放在邮件中，随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编写代码。比尔·盖茨这样描述自己最初创业的经历，即便是一个相当小的软件作坊，比尔·盖茨也不放弃对财富的追逐。1975年，在阿尔伯克基准备筹办公司时，他就与第一伙伴艾伦斤斤计较起财富的分配问题。比尔·盖茨凭借源代码写作上的优势，占据了股份的60%。1年后，他们真正签署协议时，比尔·盖茨磋商把自己的股份增加一点，性格比较随和、语气温柔的艾伦自然损失一点。于是协商的结果就是比尔·盖茨拥有微软股份的64%。这是比尔·盖茨在牢牢把握财富商机所进行谈判方面坚持不懈，令人无法抵御的威力最早明证之一。尽管多几个百分点或少几个百分点对比尔·盖茨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可是比尔·盖茨认为每一个百分点都值得努力争取。当微软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告宣布后，
比尔·盖茨更是没有放弃过能在近期内给自己个人和公司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机会。他开始马不停蹄地向集团购买者巡回推销股票。在这次巡回推销股票活动中，比尔·盖茨代表公司在10天内到世界的8个城市进行过停留，包括世界贸易中心纽约、世界金融中心伦敦等。虽然对比尔·盖茨来说有点疲于奔命，但为了让自己的股票有一个好的价格，比尔·盖茨不但在这些城市逗留，还在每个城市发表演讲，把推销会场搞得像节日舞会一样热闹。当他乘坐的飞机在英国伦敦徐徐降落时，比尔·盖茨一行受到了非常英国式的热烈欢迎。在阿纳比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聚餐会，这是大英绅士们典型的聚会，温文尔雅而又不失热情。会后还举行了舞会，整个晚上比尔·盖茨都乐此不疲。比尔·盖茨的辛苦劳作也换回了股民的大把的钞票。1986年3月13日，微软股票上市时以每股21美元开盘，第一天共成交了360万股，可谓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中午10分每分钟有大约几千股成交，最后收盘时，微软股票上升到了每股29.3美元。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微软股票就升值了40%以上。可以说，当天的股票交易市场成了比尔·盖茨的天下。几乎所有进出交易大厅的股民都买了微软的股票，而别的股票无人问津。比尔·盖茨就在此一役中一跃跻身于身价上亿的世界顶级富翁俱乐部。在世界各企业家的发财史上，能够在短期内聚集如此神话般财富的，恐怕只有比尔·盖茨一人。对于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说，赚钱的眼光是十分重要的。比尔·盖茨无疑具备了这种最基本的素质，所以微软公司和比尔·盖茨的财富与知名度一样节节攀升。如今，微软在软件行业的龙头老大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比尔·盖茨在世界首富这个位置上也是一坐就是10几年，无人撼动过。2. 魄力惊人，敢于冒险下赌注，风险就是指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危险。风险是一种非常有诱惑力的未知数，它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闪闪发光的金子，也可能让我们丧失所有。但是如果没有风险，就没有一切。不知你是否听说过轮盘赌？对于一个深信赌术的赌徒来说，大赌注可能意味着大输，也可能是大赢。比尔·盖茨不是赌徒，但他却敢于冒险下重注，而这也正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有时就难在抉择。比尔·盖茨也曾遇到过一次，在是否发展16位芯片的市场浪潮中，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就像一场赌博，看比尔·盖茨把赌注压到哪一类机器上。当时有8086芯片，有 C8000 芯片，除此之外还有摩托罗拉68000芯片和其他一些芯片，很难弄清楚究竟谁将是最后的优胜者。像当时所有商人一样，为了保险起见，比尔·盖茨都在上面压下了赌注，但是没有实现创纪录的销售。其中 Unix 2.000芯片在当时是被认为比较有前景的。它是1969年左右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里用 C 语言创作出来的。它的特点是兼容，不像一些专用的操作系统那样必须在特殊机器上才能使用。在理论上 Unix 可以在任何计算机上运行。由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免费转让了教育许可权，这使全世界的学术机构迅速把 Unix 2000推崇成为行业上的一个标准。与此同时，整个世界上也掀起了对 Unix 的狂热。比尔·盖茨知道，无论他是继续普遍撒网，还是最终在 Unix 2000上下重注，都难以脱颖而出。于是他最终选定了 IBM 的8088。当时 IBM 虽然是电脑业的老大，但开发出的这款8088芯片却并不好卖。比尔·盖茨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8088上，在当时看来，这无疑是一次疯狂的赌博行为，至少也应该在2种芯片上都下赌注，以防风险。但比尔·盖茨坚信他的这次冒险肯定能够取得回报的。正当大家都在冷眼观望的时候，比尔·盖茨已经开始行动了。在1980年，比尔·盖茨与 IBM 开始合作开发个人计算机，使用的芯片自然是8088。在微软与 IBM 的努力下，他们成功了。随着 DOS 系统的推出，这种芯片立刻受到顾客的青睐。比尔·盖茨赢了，他的这次冒险取得了高额的回报。这个结果让比尔·盖茨和微软公司的人都不大不小的吃了一惊。这整整是60万美元的软件交易，
这为后来比尔盖茨财富的快速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风险之于生意场上的人，就好比是常在大海中航行的弄潮儿遇到暴风雨的几率一样。要想成功，务必需要具有冒险精神。在一门新崛起的工业里更是如此。电脑工业的开发进度就像汽车工业在1910年以后10年间，以及飞机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进度一样，在成熟之前经历了根本性的，往往是混乱无序的技术和业务变革。成熟工业这个短语暗示出更小的风险，然而在很发达的工业里，虽然销售商在大部分领域里都接近平等，但冒一下信息技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风险，是做出产品和市场突破的最佳方法。一个基本的竞争胜负的区别标志，就是各公司使用网络工作方式的不同办法。不仅仅是电脑行业，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冒险精神，敢于冒险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财富。3. 意识超前，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加速再加速是这个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财富就是在赢得时间上获取的。在节奏快的现代社会中，时间就是金钱。在比尔盖茨看来，时间的重要性是无法形容的。要想不落后于时代，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个时代的领跑者，那么你就会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成功提示：比尔盖茨确实展现了独特的商业眼光和成功的关键因素，这3点都非常重要。1. 独到的眼光，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比尔盖茨的能力在于将科技趋势转化为市场策略，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商机，这使他成功占据了信息产业的制高点。他不仅限于某一行业，而是藉助软件的影响触及了多个生活领域。这种创新能力和商业眼光确实是他成功的基石。2. 魄力惊人，敢于冒险下赌注。比尔盖茨在选择8088芯片而不是其他竞争对手时，展现了对风险的勇气。他的冒险精神使他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并最终取得高额回报。在商业世界中，冒险往往伴随机会，成功的人必须具备这种勇气。3. 意识超前，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在信息时代，跟上时代的节奏至关重要。比尔盖茨能够预测科技发展趋势并迅速采取行动，这使他能够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意识到时间的价值以及拥抱创新和新技术，是他长期成功的关键。欢迎按赞订阅来支持我们的频道，请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将来更多的精彩视频了。感谢大家。